姐，你回来了。我去，哪来的野猫？这么肥一只。这是我路边捡的，也不知道谁这么狠心，把这么可怜的猫咪扔了，看着都要饿晕了。董玲，以后它就是咱们的小家人，你当铲屎官，多照看着点。啊，不行，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。再说了，我有洁癖，当铲屎官也太勉强了。以后咱就叫他胖墩儿。来，你照看着点，姐出去处理点事。哎，姐，那你早点回来啊！他要是抓我身上，我可不管啊！肥猫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乱弄啊！要是把我衣服抓破了，我姐可得扒了我的皮不可。哼，臭小子！谁在说话？低头看看，笨蛋！啊！我撞邪了？难道是我昨天打游戏熬夜，出现幻觉了？这猫居然成精了！没见识！我乃是神医古印丘转世，况且不是我真的会说话，是你能听到我的声音，全世界只有你能听见。行，那我考考你，你要是能认出来这个草药是什么，我就信你一半。切，雕虫小技！这是艾草，温经止血，散寒止透，还能祛湿止痒，外用泡澡治湿疹最好啦。我去，还真是跟书里写的一模一样。难道世界上真的有医神转世成猫？胖墩儿，不是古大神，你要真是神医，那你能教我吗？他们老说我是医学废柴，我非得让他们刮目相看不可。教你也可以，不过老夫现在饿得前胸贴后背，你去给老夫弄点好吃的来。以后看病治人，老夫可以直接指导你，保准让你这个笨小子立马变成这个世界的顶级中医圣手。什么动静？搞什么鬼？我看看去。哎，带上老夫，别把老夫一只猫丢在这儿啊！雷鸣中医馆的秦征放了狠话，要和我比医术，想要名正言顺的吞并济世堂，他这次势在必得。你们只是我济世堂的员工，没必要跟着我担风险受牵连。这些是济世堂的积蓄，大家都拿去分了，各自另寻前程吧。馆主，济世堂虽然只归属于您和董玲，但也是我们一起工作学习的地方。秦征想吞并医馆，得先过我们这关，我们绝不会退缩。对，我们不走，要手一起手，我们与医馆共存亡。对，谢谢大家。这济世堂是我父母留下的基业，是我的责任，跟你们没关系。这些年你们为医馆付出了太多，我不能再自私，让你们因为我的事儿受牵连。馆主，您别说了，我们跟着老馆主打拼的时候，早就把济世堂当成自己的家了。如今老馆主不在了，我们更要帮您守住这个家。对，一起守护医馆。姐，我也是医馆的一份子，我们一起守护医馆。董玲，虽然济世堂是爸妈留给我们姐弟的，但你年纪轻，也没正经学过医术。等会儿秦征来了，你就站在姐姐身后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和胖墩的。哎，姐，今天不一样了，
现在咱们有胖墩，胖墩他会帮我们的。这傻小子说的对，中医医术老夫要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哼，老夫一定可以帮你这笨蛋徒弟的。姐，你看胖墩他都喵喵叫，说可以帮我们。别说傻话，胖墩就是只猫，他能帮什么忙？抓耗子吗？行了，听话，万事有姐姐。董玲，医术是能害人也能帮人的大事儿，你别到时候帮不上忙，反倒给馆主添乱。不是我们不让你帮忙，是你真的帮不上忙。你平时也就是跟着凑凑热闹，认识几味草药，连最基本的问诊把脉都不会，行医开方更是一窍不通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可是，笨徒弟别着急，他有比医术，你又能听到老夫的心声，老夫肯定能帮你收拾那个大坏蛋。好，不就是个小小清蒸吗？小右分分钟击败他。是谁要打败我呀？好大的口气！东延熙，董大长老，25、26岁就能把家族的医术练到炉火纯青，真是年轻有为，后生可畏呀！不过再怎么厉害，你也得有个好的靠山不是？3个月过去了，你该想通了吧？带着你的济世堂加入我雷鸣医馆，你的董大长老的名声还能再享10倍。秦馆长，你雷鸣中医馆在江城根基深厚，要钱有钱，要医师有医师，何必老是盯着我这小小的济世堂不放呢？姑娘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膈应？放眼整个江城，哪个医馆不都是乖乖的归顺我雷鸣医馆？当然，除了你董延熙以外。为何非要归顺于你？难道不能是你雷鸣归我，省得你老是惦记着我的济世堂？放肆！你一个小小的济世堂，也敢跟我偌大的雷鸣医馆的秦馆长叫板？我看你是活腻歪了！哎，你真硬气，我真是又爱又恨啊！这样，我今天给你个机会，中医之道无非认药、诊脉和治病，3局2胜。你要是赢了我秦征从此消失，再也不会打搅你济世堂。但如果你要是输了，你都归顺我雷鸣中医馆，你敢答应吗？老夫刚刚听见了，秦征是要跟咱们比医术。笨蛋徒弟，我跟你说，医术老夫认第二，没人敢认第一。不怕他，老夫还要帮你把雷鸣中医馆赢过来，给老夫当猫砂盆。别欺负我姐，要比就和小爷我比。什么时候弄了只猫过来，还大言不惭的说要跟我比医术？我真的是活了大半辈子，没见过这么好笑的笑话。难不成你是让这猫来给你抓药啊？师傅，我看这小子就诚心来捣乱的吧。要不我把他请出去，省得影响我们收医馆。你敢动小爷一根手指试试？我的人还轮不到你动。臭小子别怂，我们可以帮助妍希姐姐守住医馆的。李医师，看好董玲和胖墩。李大伯，你别管我，我不会让这帮混蛋好过的。董长老，你别拿着猫在这拖延时间呢。今天是比也得比，不比也得比，否则我每天会让上百号兄弟到你的济世堂，如果胆敢有人踏入半步，我一定把他给废。不出3天，你的破堂口迟早得玩完。你真无耻！啊！
我就无耻了，就无耻了，怎么样呢？你敢和我比吗？比就比。秦征，你别以为你仗着有几分医术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们济世堂的医师可不是吃素的。对，董长老，跟他比，我们济世堂还能派了他不成？董长老，济世堂是我的安身之所，我要与济世堂共进退，我也能上。诸位，济世堂是我父母留给我和董玲的，这是我们姐弟俩的责任。这场比试只能我来。况且，秦征为人最为无耻阴狠，今天你们谁要是替我上场，哪怕赢了，以他的性子，必定会私下报复你们。馆主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我们不怕他秦征私下报复，济世堂也是我们的家，哪能让您一个人扛着？对，我们不怕报复，不能让董长老一个人扛。各位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今天这事儿必须我来，大家不用再说了。秦馆长，这场比试我接了，记得你说过的话，你要是输了，永远不准再靠近济世堂，也不准再找济世堂任何人的麻烦。行，只要你能答应比赛，这些小事儿都应。阿彪，这把箱子拿过来，我今天要让你好好见识见识，也让你输的心服口服。第一局，盲辨药材。在这些各类药材里面，有常用的、掺假的、炮制的，限时半小时。你们要把这些药材的名称、药性和适用症一一写下来，写错一项就算输哦。本徒弟，这些草药有问题，全是陈年旧货，或是做个手脚的。开始。黄芪、甘草、何首乌、快提醒姐姐，这是被蜜泡过的甘草，这秦征真是阴损。姐，这个是被蜜泡过。别捣乱，影响馆主的判断。董长老，这时间不多了。黄芪，性温味甘，补气生阳，治气虚乏力。时间到。来，大家伙快来看啊！江城第一女医董长老亲自写的药单。你这到底是甘草呢，还是黄芪呀？哦，还有，姐，你怎么样？秦征，我跟你拼了！臭小子别慌，妍希姐姐只是气血攻心，休息一会儿就好了，别冲动。长老，长老，董长老，你还行不行啊？要是不行的话，这第二场就认怂了呗。这济世堂可就归我了。你休想！别碰我姐，你这个耍诈的混蛋！本徒弟别气，有我帮你，肯定能打败这个大坏蛋，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医术。秦征，你太过分了，就是你气坏了董长老的身子。论医术，我们济世堂有的是高手。第二局我来和你比，还怕了你不成？对，还有我也能上。你们都别吵，第二局，小爷我跟你拼。董玲，你一点医术都不懂，你别胡闹了。姐，你说过，医馆是我们的，所以得我们来解决。你相信我肯定能赢。你懂医术吗你？真是让我笑掉了大牙。董玲，
你连基本的药材都认不全，怎么跟秦征比啊？还是让我们来吧。医馆是小爷的，小爷自己能守。秦征，你敢跟小爷比吗？东岩溪，你确定要让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来跟我比吗？到时候输了，哎，你可别不认账啊！不用他了，我继续和你比。秦征，你明知道长老受了伤，还非要跟他比试，你算什么男人？还有，你跟一个没有学过医术的人比医术，传出去不觉得丢人吗？哎呀，你搞清楚了，这小子可是仗着医馆继承人的身份，非要跟我比呢。那，你问问这小子，那你说，除了你姐之外，其他人来跟我比输了，能算我赢吗？小爷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好，那你就找一个除了你和你姐之外的医师来跟我比呗。我就能代表小爷我跟你比。哼，那这可是他亲口说的吧？董玲，你别意气用事啊！哎，你比个医术还在那逗猫呢，这猫能让你赢啊？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杜元熙，我在最后确定一下，你是否让他跟我输了，这济世堂可就是我的喽。董玲，你完全不懂一点医术，跟他比什么比？姐姐知道你想护着医馆，但这事儿不是你能扛的。董玲，过来，我替你去。医馆是我跟我姐的根，由我们自己来解决。姐，你就信我一次，我可以。董长老，还是让我来吧，我不怕被报复。赵医师，大家为医馆已经付出太多，这个责任应该是我们姐弟俩来担。秦馆长，董玲说的没错，这济世堂是父母留给我们姐弟俩的。现在我受伤了，上不了了，那就由董玲上。输了，医馆归你，我和董玲离开。但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保证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你都不能私下伤害济世堂任何一个人，否则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哦，好一个做鬼都不放过我秦征一口唾沫一个钉。今天就把话撂了，我们今天光明正大的比试，不管结局如何，我不会动你们济世堂任何人一根手指头。好，我信。董玲，你过来，跟他比第二局。放心吧，姐，我会替你报仇，守住我的医馆。第二局，悬丝诊脉查隐疾。王老头常年腹泻，中西医治疗查了个遍，还查不出原因。规矩照旧，悬丝诊脉半个小时，查出病因病机，既往病史，谁查得全，查得快，谁赢。计时开始。时间到，你先吗？胜负反正已经定了，你随意发挥，小爷我不介意。哎呀，董玲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打退堂鼓了呢？他呀，估计平时听我们讲医术听多了，还以为自己会了，随他吧。济世堂要没了，你后续也得重新找份安稳工作。董长老，我舍不得你，舍不得济世堂。你这肚子疼了有些年头了吧？是不是吃点凉的就加重，腰还总发酸，起夜次数还很多？对，孙医师说的好准呢。你这个呀，是典型的脾肾阳虚，寒气积在肚子里排不出去，才会引起常年腹痛。我给你开了一副附子理中丸，保证3副见效。要不是你们济世堂碍着我雷鸣的路，我真犯不上跟这个蠢货比试医术。跟你们比，那也是给你们脸了。你们甚至连一个学医的学徒都比不过吧？
秦征，你要比就赶快比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就是，我姐都让我上场，啰里吧嗦。行，到时候你可别反悔。哼，小爷看，要是你输了，别反悔还差不多。对，笨徒弟，赢他！哼，而且孙医师刚刚说错了，其实王爷爷不是脾肾阳虚，而是食积化热。你赶紧阻止王爷爷，别让他喝这个药，会害死他的。该小爷了吧？你还是算了吧，有我这方子足够治好他了。我的方子，我刚开的方子，你小子敢撕我的方子是吧？简直胡闹！这是我救命的方子呀！小子，你是直接认输了吧？我撕掉这个方子，是因为你们根本就是在骗人。王老头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脾肾阳虚，脾肾阳虚。你给我闭嘴吧！你什么都不懂。刚刚王老爷子也说了，这就是脾肾阳虚。哎，你别打扰我。王老头，你是不是从前天开始吃了那个什么没熟的麦饼？吃了之后又胀又痛，一吃热的就舒服点，吃凉的就更痛。没熟的麦饼？是不是吃了之后才开始发作的？对，就是那天，我以为是小事，所以没好意思说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啊，这就是你的病根，笨蛋！病根。听好了，王老头食积化热堵在肠子里是实症，不是虚症。若是吃了孙医师方子里的药，热积散不出去，只会疼得更厉害。王老头是食积化热堵在肠子里，是实症，不是虚症。要是吃了孙医师方子里的药，只怕会更严重。啊？真的假的？这是董玲诊断出来的，没搞错吧？胡说！你小子懂什么医理？纯属瞎蒙。就是，总理这小子最不靠谱，他懂医术吗？绝对是猜的，这瞎蒙的。伤？对啊，刚才王博捡地上纸屑的时候，动作特别慢，手还一直捂着小腹，那就说明了是肠子疼，不是脾胃问题。你闭嘴吧你！一个连医术都不懂的混小子，他说的话你也信？这怎么可能？这脉象还真是脉数有力的实证啊！悬丝诊脉本就摸不准这些细微之处，秦征大坏蛋非要用这个笔，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啦。老夫略施小计，他就露馅了。你这个庸医，连个混小子都比你会把脉，差点被你害死了。秦征，你输了。秦征，输了。张老，我们赢了，这不可能吧？董玲真的赢了？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！董玲连基本的药材都认不全，怎么可能精准辨出积食化热？还刚好说出王老头吃了没熟的麦饼。董玲，你是不是提前跟别人打听过王博的病情？还是说他们让你的？啊，我没有啊，亲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区食积化热，老夫一眼便知。这些庸医大惊小怪。对啊，这也太不正常了。董玲怎么可能懂这些？肯定有猫腻。不会是那王老头跟我们闹着玩的吧？一个连药都不懂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会诊断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根本不信。就是，馆主说的对，你这小子肯定是作弊了，提前打听好了王老头的病情，在这装神弄鬼。喂，小爷我可没作弊啊！我今天才认识王老头，哪有时间打听他的病情？你们少污蔑人啊！那一定是你小子耍小聪明，故意找了个什么食积化热的名头，企图蒙混过关。你姐姐跟你在一块编造着理由，想骗我，对不对？秦征，说话要讲证据，我才不会跟你一样，只会耍阴招。证据？哼，这局根本不作数。小赵他学艺不精，根本代表不了我们雷鸣医馆。反正平了一局，
下一局我亲自上场。阿彪，把你带上来。这小子呢，叫大福，是我医馆里边干粗活的。今天早上开始，他高热惊厥，所以第3局的比试，我们就比应急施救，谁能救醒他，谁赢。你小子不是挺行的吗？你先来。蠢货，这哪里是普通的高热惊厥啊，这分明是外感风寒，入里化热，引动肝风了，比刚才那个老头的病严重多了。这么严重，咱们能治好吗？咱们？是老夫能治好。至于你这废柴，听老夫指挥便是。这秦征定会将病症当成普通高热来治，正好杀杀他的威风。好，小爷听你的。行，那小爷就先让你出出丑，让你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你先治吧，你治完我再治。一看你就没什么急救经验，这就让你长长见识。哼，那万一我把他治好了呢？治好就治好呗，无所谓，大不了济世堂给你就是了，小爷不在乎。董玲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秦征再不济也是行医几10年的老中医了，高热惊厥这么凶猛的病，你别跟他赌。董玲，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就别让他先治，高热惊厥耽误不起。刚才你能诊出王老头的病，说不定真能救这孩子，我们信你。对，董玲，我们信你，别让秦征瞎折腾。董玲，姐姐这次相信你，但你得保证，无论如何都得先保他的命。姐，你放心，我肯定能保住他的命。哎，关主，这小子刚刚整好了老王的病，这说不定还真有些本事。要是真要他治好，慌什么呀？这臭小子懂什么叫急救吗？高热惊厥无非就是平肝息风，我治好的没有100个，也有80个吧。怎么不敢上了？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本事治？放屁！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本事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只要我治好了他，这济世堂可就是我的了。脉象扶数有力，舌红苔黄，这就是热极生风的急症。阿彪，10克钩藤，10克天麻，25克全蝎，外加1罐刚熬好的羚羊角水。哎，是。用医无人，用医无人啊！这孩子脉象看似扶数，实则内里有虚，是时机化热引的风，并非纯热症。他竟敢用全蝎这种虎狼之药，这只是胡闹！不对，你这药不对，你这药太猛了，会害死大福的。哼，老子看的急症比你吃的饭都还多。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急则先治其标吗？先震了他的颤再说吧。福大起来。那这个呢，就叫平肝息风加急经方，不出15分钟，保管和抽搐。师傅威武，师傅威武！我们雷鸣医馆天下第一，你们济世堂输了。小子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个才叫真本事，3局2胜，我赢，这济世堂那就是我的了。阿彪，把牌匾给我拿过来，还劳烦董长老亲自帮我给挂上吧。是。秦征，我看这孩子不像治好了。你懂个屁！难道他要蹦起来给你磕个头才叫好吗？董长老，你别磨磨唧唧的了。既然董长老不愿意，那我们就代劳喽。去把济世堂的牌匾给我摘了。
慢着，谁说他被治好了？秦正，你眼瞎了吗？你这个药有问题，大夫根本就没治好。全蝎本来就带毒，羚羊角水性寒，这小伙脾胃虚弱，哪里受得了？如今毒气攻心，攻气凝滞，脾胃都缩成一团了。他不抽搐，是因为毒气和寒气把气脉堵死了。全蝎带毒，羚羊角水太寒。大夫现在不抽，不是因为治好，而是因为毒和寒气把血脉全部给封了。你根本就是在给他下毒。你别血口喷人啊！我用的这个配方，那可是用了10几年都没出过问题。那是你以前运气好，遇到的都是湿热症，今日遇到这虚实夹杂的，便是夺命符。这小伙时机化热，被当成纯热经风治，药不对症便是杀人。不是配方的问题，是你把时机化热当成了单纯的热经风。他的脾胃不好，你下这么重的药，不是在治病，而是在下毒。开什么玩笑！我这汤药镇凉息风，是治急惊风的良药，怎么会不对症呢？大服不抽了，说明见效。你这分明就是输不起，想耍赖。若再不解毒施救，不出半刻，他的心脏便会被毒气噬穿，到时候大罗神仙也难救啊！你不信的话，现在就去把他的脉。他现在脉象十分乱，要是10分钟内不解毒，他的心脏就会烂掉。你懂个屁！你以为我会信？这脉象怎么这么乱？分明是对症下药的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师傅，你得救救大夫的命啊！我不知道吗？用你教我！这汤药分明是有中毒的迹象，快洗胃，洗胃啊！慢着，你干什么？救人如救火，来不及了！我能救你救他，就凭你？他这可不是简单的病，他这是寒毒郁结，只有西医的洗胃才能把毒素给冲出来。你再瞎捣鼓，把他给治死了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我没有瞎捣鼓，现在去医院来不及了。大夫的情况连半个小时都撑不下去了。东林，我知道你想救大夫，想替姐姐守住医馆，但他已经危在旦夕，1秒钟都耽误不了了，已经没有机会让你试了。不是试，是救。姐，我已经想到救大夫的办法。姐，相信我。好，姐姐信你，但一定要小心，千万不能出差错。董妍希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把一条人命都压在他身上，要是治不好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如果他救不下来，大夫的一切后事全部责任由我董妍希一人承担。好得很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治。董妍希，治不好你就等着给我坐牢吧！你听好了，先按揉中脘和足三里，温开脾胃。中什么穴？在哪来着？足什么三？蠢材，平时让你多看书你不看。中脘在肚脐往上4指的地方，足三里是膝盖外侧往下3指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别慌，别慌，小叶肯定能行，只要听胖墩说的，一定没问题。这是干什么呀？揉肚子也能解毒，那不是拿人命开玩笑吗？再说了，秦馆主就算治错了，他也是行医几10年的老手了。这小孩瞎揉一通，要是把大福的内脏给揉坏了，那大福可能就凶多吉少了呀。是，这揉肚子要是能把人治好，那我天天揉肚子。师傅，这要是把人揉死了，咱们可得把关系撇干净啊！你他妈给我闭嘴，看着呀！这小子难道真的懂医术？没吃饭吗？再用点力呀！要揉到发热，才能把冻住的淤血化开。
大夫，忍一忍，很快就不疼了。怎么吐血了？完了完了，小爷是不是闯祸了？大福是不是被我揉坏了？大福没脉搏了，大福没气了，他没呼吸了呀！慌什么？大福只是淤血堵住了气道，不是没气儿。蠢货，拿根针来扎他的十宣穴。我有针。你还要干什么？大福都已经死了，刚刚跟你说了，让他去西医去洗胃，你不听，这现在人彻底没了呀！大福没有死，大福没有死。大福没有死，大福没有死。愣着干什么？继续救人啊！接下来怎么救？让你姐来，你的手抖得像筛糠一样，扎偏了就真死人了。让他扎大福的十宣穴，10个指尖各扎1针，能逼出剩下的淤血。什么宣穴？还要扎10个手指头？10宣穴，我来。居然活了！这真活了！这小子不仅懂穴位，居然还懂急救配方。哎呀，你老看着猫干什么呀？把猫丢出去继续救啊！胖墩是我的幸运星，他跟着我，我才更有治病的把握。行了，现在开始第3步，拿生甘草15克，赤小豆5钱，再取2片生姜当药引。对了，姐，你帮我个忙，我需要生甘草15克，赤小豆25克，还要生姜片。生甘草15克，赤小豆25克，2片生姜片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别忘了施救和药杵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磨药的那个什么器。哎，我知道，我跟你一块去。要等他磨药，人早就凉透了。我好饿呀！胖墩，他说好饿，怎么回事啊？他是不是快好了？这就对了，这说明淤血全排干净了，余毒也清得差不多了，热症也退了。老夫出手自然是药到病除。我就说能治好吧。请正，你输了。小爷说能赢你，你还不信？你往上看，我看看是不是真的。居然真的好了！你用的这些药都是寻常的东西，怎么可能解得了寒毒凝脉？又顺便把他热症给治好了，这不合义理呀！真的救回来了，东陵，你太厉害了！你居然真的会医术，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你是不是这几年背着我偷偷学的？我的天哪，这也太神了！秦馆主都没有治好，他几下子就给救回来了。是啊，以前还以为他是作弊呢，没想到这小子还真有点东西啊。他太不可思议了。小小中医拿捏。喂，你还服不服？还要不要吞并我们记事馆？你看看你带来的人，连我都比不过，丢人！若你要是不服，可以跟我再比一局，我就跟你比盲辨药材，我让你输得明明白白，心服口服。赢都赢了，还提出重新比，这也太有底气了吧！要不是因为你，这济世堂的牌匾早就被我摘下来了。秦征，你身为雷鸣中医馆馆主，难不成想违背赌约吗？传出去，你就不怕同行笑话？就是啊，输了就耍横，也太不厚道了。刚才赌约是你自己拍着胸脯定的，现在输了就掀桌子动粗，什么玩意儿？也配叫医师？赢了就认，输了就闹，丢人！我秦征行医15载，把雷鸣医馆做到江城独大，有多少人的疑难杂症是我把他们从鬼门关里面拉回来的？又有多少人求着我给他开方子？我雷鸣中医馆藏一个挂遍全省。今天
就是因为你这小子，你带着猫治病的小子，居然败给了你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愿赌服输，既然你输了，那就按照约定，从现在起，你雷鸣的所有医馆全都变成济世堂的分号，所有铺面药材器械全归济世堂所有，你的医师学徒们也全都顺从济世堂，这就是你冲动挑衅、轻视晚辈的后果。哼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跟我谈条件？是你董元熙治好他了吗？想让我雷鸣的牌匾归到你这里，门儿都没有！你愣在那干什么？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有本事咱们过来说话。有屁就放，什么乱七八糟！师傅，我秦征在江城这么多年，靠的就是言出必行这4个字。3局2胜，我输了。那这个是我雷鸣医馆的总令牌，33家门店任你调遣。哦，意料之中，33家医馆勉强够老夫施展拳脚。小子，以后你便是江湖上名义上的医生，可别给老夫丢人啊！我管你这33家医馆，没搞错吧？小爷连自己都管不好，管不好你这33家医馆。笨蛋，谁让你管的？让这蠢货接着管，咱们当幕后老板盯着他干活就行了。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。秦关主，你这33家医馆可是你半辈子的心血，你真舍得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关你什么事儿？又不是送给你的。嘿嘿，东林大师，您呀，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我这刚才态度不好，我就给您赔个不是了。哎，别，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别动不动就磕头，折寿。是，我秦征赴汤蹈火，绝不推辞。你别说什么赴汤蹈火，不感兴趣。再有，你这雷鸣医馆还是你自己管，小爷我懒得管，也不会管。不，我秦征一口唾沫一个钉，说话那还是要算数的，我讲规矩。行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哎，你该不会事后又想偷偷抢回去吧？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反悔，小爷我就跟你再赌一局，输了就给我彻底滚蛋。绝对不会，在此我起誓，如果我有2心，我这辈子都不能行医。别起誓，真烦。行吧，秦征叔叔，那以后咱们就是一路人，好好干啊！好嘞。长老快看，这是秦馆主带来的会员账册，光年消费过万的就有200多个，咱们济世堂的收入直接涨了好几百万。秦征倒还真是说到做到了。董灵大师啊，这个是我托人从海外给你抢购的限量款手柄，手感超舒服，怎么样？您呐，要是觉得不顺手呢，我就安排给您调教一下按键的力度，顺便再给您定一个发光底座，那玩起来的手感一级棒啊！哎呀，还行，确实比我这个老的旧的要好玩多了。其实不用那么麻烦，能玩就行。别！好呢，要不要吃点小鱼干？啊，这种干巴巴的东西勉强入口吧，给老夫拿点那个什么猫薄荷。董玲，你昨天熬夜打游戏打到后半夜，喊着手腕酸头疼，你今天又抱着你这破游戏机，你是不是想把身体熬垮，明天直接起不来床啊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居然敢管董玲大师？我是他亲姐姐，我不管他谁管他？嘿，亲姐姐又怎么样？你的医术有董玲大师的1/1000高吗？你没有就闭嘴呗！嘿，董玲大师啊，你要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玩到手腕发酸、脑袋疼都没事儿。我给您请全世界最牛逼的中医大师来给您进行调理，你呀就别在这指手画脚了，
小子，把我收藏的游戏配件给我搬过来，另外再给我订一套主机，要最高配置的那一种。嘿嘿嘿嘿。其实我正好也玩累了，我手腕都玩酸了。要是再这样玩下去，该玩不了你送的游戏手柄。这还得是董灵大师，要是没有他的话，你的济世堂早在我门下。对了，董灵大师，您看这时间不早了，我呢就先回去。这几天我一直会待在雷鸣的总管，我就把这几天烂摊子给规整规整啊。3天之后，我到这儿来，给您进行一个详细的交割。行，那你快去吧，先忙正事。我还等着你送的游戏配件呢。好嘞，这个先玩着啊，拜拜。嘿嘿。姐姐有话想跟你说。救命啊！秦哥，我跟你一起走。关门，放小桃。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。董灵，这几天秦征一直守着医馆，人多眼杂，姐姐也没找到机会问你，你的医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姐，其实这不是我的功劳，都是胖墩的功劳。上次大幅中毒，还有秦征和我打赌治病救人，都是胖墩，他告诉我怎么做，然后我照着做罢了。胖墩，这只猫？姐，我悄悄告诉你，胖墩是神医古雁丘转世，只有我能听到他的心声，他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做罢了。什么？你之前说能听到胖墩心声是真的？这猫真的是古雁丘转世？那是自然，老夫乃医圣古雁丘，岂是浪得虚名？告诉这丫头，老夫饿了，想吃鱼。真的，胖墩他刚刚还在说他就是神医古雁丘，他还说他饿，想吃鱼呢。这件事儿，你除了告诉我，你还告诉别人了吗？我谁都没告诉。东林，这个秘密只有我们3个人能知道，你千万不能告诉第4个，知道吗？为什么？胖墩这么厉害，这么牛，告诉别人多有面，还有谁敢欺负我？就是因为太厉害才要藏着。你想想，你能听见一只猫的心声，要是被有心之人知道，不光是胖墩有危险，咱们也会有危险。怕甚？老夫当年横行天下，谁敢动老夫一根汗毛？那是当年你厉害，现在你只不过是一只猫，别人一只手就把你拎起来。以后你在外人面前就说自己是偷偷学成医术的高手，对别人说话要傲气十足，看谁都是渣渣，这样才不会有人起疑。你会不会装？嗨，不就是装嘛，谁不会啊？你看那短剧里面的人，个个都能装，随便学学就会。还有，这次你收服秦征，整个江城的医行都知道了，所以以后你要对外说，你以前是不想太张扬，记住，千万不能让人看出破绽。但是要是秦征怀疑了怎么办？你别管他，秦征输你输得心服口服，在他眼里，你就是以真本事赢的他，外人也会更相信你的实力。现在你的任务，一是照顾好胖墩，2是把之前落下的医术都补回来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姐。小子，再给老夫讲讲现在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子？我们的现代世界啊，有飞机，还有高铁。飞机可以在天上飞，比鸟还快；高铁更是能嗖的一下，从江城到京都。飞机？那是什么天鸟？能比老夫当年的汗血宝马还快？汗血宝马算什么？那是当然。而且高铁啊，还可以载几百号人，比马车可厉害多了。等到咱们把济世堂的一些破事处理完了之后，叫我姐带咱们去坐飞机、坐轮船、看大海。听着倒觉得挺有意思的，老夫姑且信你一回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刚和胖墩还在说让你带我们去坐飞机看大海呢。东林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江城林首富的母亲病危，西医那边刚下了病危通知，说最多只能撑几个小时了。江城首富，是不是就是那个经常捐款建希望小学的？我好像听你提过。对，就是他。
现在全市的中医协会、西医协会都出动，所有资历的医生都决定一起去林首富的别墅当场会诊，哪怕只有1/1000的希望，也想试一试。董林，我想带你和胖墩一起去。我叫我去会诊？不行，我根本不会，去了万一露馅了怎么办？多丢人！别怕，有胖墩在，你只要听他说的话，照他说的话去做，不会露馅的。而且林老夫人是个好人，咱们不能见死不救。胖墩，你愿意去吗？要是去了那边，你一定得帮我，不然到时候我露馅了，以后还怎么装高手啊？救死扶伤乃是一家本分，既然碰上了，岂有不救之理？带老夫去看看，这帮庸医指不定又要治死人了。行，姐，胖墩他答应了，咱们现在就出发吧。好，记住，少说话，多听胖墩的。董医师来了，快请进。就是这样。这位是济世堂的董延熙医生。别看董医生年轻，咱们江城不少老病号都夸他医术神，妙手回春呢。董长老，麻烦您特意跑一趟，我母亲今天早上还咳血，情况越来越不好了。林先生客气了，先带我看看老夫人，病情耽误不得。哼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被网上那些小年轻捧上天的董长老啊！哈哈，久仰大名，今日一见，原来是个20出头的黄毛丫头，还带了个泡猫的闲人。这庸医眼神不好就算了，嘴还这么臭。老夫是闲人，老夫是你祖师爷。可不是嘛，长老这称呼那得是30-40年真本事熬出来的，得看过上千例疑难杂症才当得起。你这年纪只怕拿脉都拿不准，还妄称长老，还要带着畜生来会诊，成何体统啊！这里是无菌环境，不是宠物店。喂，怎么说话呢？他可比你们干净多了。你看你那个头那么油，不知道多少天没洗了，而且他可比你们懂得多。董延熙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看你这阵仗，带着个不知所谓的弟弟，还带个掉毛的畜生，你这是来给老夫人看病的，还是来耍猴戏的？哼，我看就是知道林先生家里有难，故意过来装可怜，想博一个好名声是吧？简直笑掉大牙！林老夫人现在命在旦夕，这里可不是你们作秀的地方。这两个人贼眉鼠眼，一看就是那种只知道守着死规矩，不知变通的庸才。我看你们几个才是来作秀的，自己治不好老夫人，在这里嚼舌根，真恶心！好你个没有教养的臭小子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，看我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！王医师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我带我弟弟来，是想尽力治好老夫人，不是来跟你们吵架的。如果你们觉得我资历不够，带着猫暗眼，不欢迎我们走就是了。走。哎，董长老留步，请留步，请留步。董长老，你的名声我早就听说了，我也知道你的真本事。正好我们正在探讨我母亲的病情，还希望董长老多多参谋参谋。啊，张教授，王教授，你们两个别在意了。既然大家今天都是为了我母亲的病情而来，我们就不要在这些旁枝末节上耽搁时间。哎呀，林先生说的对，还是老夫人的病情重要。咱们还是先讨论病情吧。你好，小姐，我是市中医协会的老刘，久仰你的针灸术。这是老夫人的 CT 片和血检报告，您先看看，咱们再一起去病房会诊。哎，把那个纸片片拿过来，给我瞧瞧。哦，姐，我也帮你看看，说不定能看出啥名堂呢。那个方案再看一下。西医现在已经用了最好的抗生素和升压药，也只能给老夫人勉强吊命。现在只能看我们中医了。老夫人脉沉细而数，重按如丝，这是典型的气虚欲脱，元阳将竭，再拖下去就晚了。没错，治疗方案我想好了，千年人参配附子10克，先煎半个小时，再配麦冬、五味子敛阴，先把这口气稳住再说。嘿，我赞成。老夫人年近80旬，本就元气虚耗，现在又遭重症感染，参附汤峻补阳气，正好对症啊。
怎么，董长老还没看完呢？也是，毕竟是网红神医嘛，跟我们这种靠真本事吃饭的人不一样，是要费点功夫把这功力和他那套花架子对上号，是吧？这群蠢货只看表象不看根本。老太婆舌苔厚腻，阻滞督脉，用参附汤这种大热之药，不出半个时辰，老太婆必死无疑。姐，庞敦说是痰阻督脉，不能用参附汤，会死人的。他说要用竹沥水。我觉得各位医师说的也很有道理，但是中医辨证核心在于分清标本缓急，不能只盯着虚，而忽略了实证的根本。什么意思？合着我们这些人连轻重缓急都分不清楚，就你这个小丫头懂？不敢，只是刚才我看老夫人舌体肥厚，且舌苔黄腻，这是痰湿困脾，腑气不通，更是痰阻督脉的正面。我的方案是煮沥水冲蜂蜜，配合针灸，先化痰通络。没错，就是煮沥水。这丫头悟性还行啊。竹沥水？这什么？竹沥水？你疯了吧？那可是大寒之物，老夫人现在气若游丝，你还要用大寒之药攻发，简直是胡闹！嘿，老夫人现在血压降的都快没了，倘若元气涣散，一口气上不来，谁来担这个责任？难道是你这个20出头连基本药理都不懂的黄毛丫头吗？王医生，你消消气，你可是咱们江城除了秦征秦馆主外资历最老的老前辈了，被这个不知所谓的黄毛丫头气出个好歹来，不值当了。要真被气出个好歹来，耽误了夫人的诊治，那损失可就大了。董医生，是我考虑不周，竹沥水对化痰确有奇效，但对低压重危病人来说风险太大了，生身复回阳救逆才是正道。你的治疗方案还是太冒险了。何止是冒险，简直是草菅人命。临床经验撑死2-3年，治过几个感冒发烧，就敢给危重病人开药方。只可惜秦馆主忙着整顿医馆，没时间前来，要不然哪轮得到你？是啊，买通几个街坊病人，吹几句神医，你就真当自己是有本事的大人物了？哼，简直让人笑掉大牙！气杀老夫！这帮人只知死守教条，老太婆体内热毒内闭，不用寒药怎么开窍？简直是火上浇油！你们别胡说，我姐可没有买通人，你们就是嫉妒她医术比你们好，她治疗的人可比你们多多了。我承认，我的方案对于老夫人的血压存在争议，也能理解各位对于病情存在合理质疑。但你们张口闭口就用年龄贬低我，用谣言造谣我，甚至人身攻击，这就是你们作为前辈的气度。你还敢顶嘴？你一个黄毛丫头，看过几本医书就敢跟我们这些前辈叫板？我看你是飘的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吧？董长老啊，王医生他们也是基于我母亲的病情啊，脑子一热就冲了一点，您多担待啊。还是老夫人的病要紧。林先生，我明白，大家都是为了老夫人，刚才确实是我说话太硬，抱歉。董医生倒是识趣儿啊。其实我们倒也不是容不容得下你，因为你毕竟是太弱了，真正的医术是靠几十年磨练出来的，不是你能驾驭得了的。就是这个理，我们几个加起来看了上万例重症，研究医术大半辈子了，一个小丫头，我们骂你是给你面子，提醒你别不知天高地厚，你就在旁边乖乖站着，多学多看，少说话，比什么都强。小子，这能忍？告诉他们，要是他们治不好，就乖乖给老夫磕头。都给我闭嘴！你们就是嫉妒我姐医术比你们好，有本事就比一比，谁能把老夫人治醒啊？哈哈哈！怎么就行？怎么看？就看谁能让老夫人睁眼、呼吸顺畅。我跟你们打个赌，要是我姐赢了，你们给我姐道歉，并且给我买最新的游戏机，还得给我买顶级的鱼竿。这还差不多。
我活了半辈子了，还头一回看见家属当后盾的。呵呵，笑什么笑？医术本来就不分年纪，你们几个老东西有什么资格笑？多大年纪呀，读过几本医书啊，就敢替你姐姐担责任了。治病不是过家家，人命关天，要是真出了问题，谁来担这个责任？你吗？我担。王医生、张医生，我弟弟说的没错，医术不分资历，只看疗效。董医师只是要替你弟弟出头，和我们这几个老家伙较劲。不是较劲，是为老夫人争生机。林先生，老夫人的情况刻不容缓，与其在这里争论，不如用疗效说话。如果不是你在这胡搅蛮缠，老夫人早就喝上药，等着醒了。好，现在只有我和王医生提出方案，那就以2个小时为限。如果老夫人喝了你的参附汤没有好转，请王医师停止用药，换我的方案。老夫人，慢点喝，这参附汤熬得绵密，不烫嘴。喝了我的药，用不了多久就能睁开眼跟我们说话了。林先生，您就放宽心，这参附汤是王医师他们家传的名方，由王医师亲自施药。这个药老夫人用了之后，肯定是药到病除了。不好，这药味太冲，身负造孽，这是在催命啊！快让他们住手！哎，不行，不能喝这个药。我姐说，这个药喝了他会口干舌燥，喘不过来气的。你个臭小子在这里搬弄是非，多少危重的病人都是靠这个方子捡回来一条命，你个毛头小子懂什么？再在这里瞎嚷嚷，把你赶出去！我没有搬弄是非，我说的是真的。董长老，东陵，要不再等等吧，这药效说不定还没上来。我用温阳3针刺激穴道，再配合参附汤的疗效，不用10分钟，老夫人的血压必升，呼吸必稳。不行，会出事的！快阻止他！那是不能扎，参附汤已经够糟了，再用温阳针会把谭氏逼得毒死气道的。住手！你不能这样！大人治病，你跟毛头小子在这里吵什么吵？再捣乱，把你赶出去！王医师这施针的手法真是精妙啊！不好！王医师，快拔针！老夫人呼吸频率不对，口唇干燥，这是痰热上涌的表现。怎么可能？参附汤温阳，银针固本，怎么可能会痰热上涌？你的参附汤太燥，银针又引起了阳气，这是火上浇油。快给老夫人吸氧，加大氧量。王医师，我爸这是怎么了？你快想想办法呀！这是痰热壅肺没错呀，可我刚才号脉明明是阳虚之象，怎么会突然痰热上涌呢？我的参附汤绝对没问题，肯定是病症突变造成的症状。董长老，请你救救我妈！之前是我有眼无珠，多少钱我都愿意给，只要你能救救她。林先生，你别着急，救人要紧。林先生，别担心，老夫人症状这不是稳住了吗？肯定过不了多久，老夫人就会醒过来了。怎么了，董长老？这数据上显示都正常啊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数值正常只是表象，老夫人痰浊入脉，至少3年，已经堵塞了心脑经络，堵死了清窍。我的清痰顺气丹只能化表邪，不能治好缠在经络上的顽疾。这就对了，痰入经脉粘得死死的，化不开，也刮不掉。我之前只是看到了阳虚的表象，没有看到深层的病因，用错了参附汤，要不然也不会。董长老，你就直说吧，我妈她还能治好吗？胖墩，这奶奶的病还能治吗？好。
好不好吃？当然能啊！这个病主要就是那些痰太懒了，粘在经络里不肯走，只要找对开关推一下，它们就乖乖跑掉了。这么简单？能治。我弟弟董灵对经络的感知之力在我之上，他能救好老夫人。这病就交给我吧，林老夫人，我能治好。这病就交给我吧，林老夫人，我能治好。董医师，你没开玩笑吧？就这个毛头小子来治老夫人的病，你老了还是我老了？你要消遣我们这几个行医了几十年的老家伙？董医生，老夫人现在命悬一线，不是你护短吹嘘的时候。我承认你刚才稳住病情有点小本事，但是你拿这个黄毛小伙子来治疗病情，是不是有点太不负责任了？是啊，董长老，董灵他看着也不大，这确实太危险了。我妈的确是经不起再试错了。林先生，年龄从来不是衡量医术的标准，我董家行医100年，从不出无妄之言。更何况，我不会拿林老夫人的性命开玩笑，请您相信我和董灵。这个病啊，它其实好治，用竹沥水冲蜂蜜，再配着按穴位就行，几分钟就能治好了。哎，这个病啊，其实很好治，我不出5分钟就可以给他治好。说的倒是轻巧，你说说看，怎么治？用那个竹沥水冲蜂蜜，然后再配合穴位的针灸。竹沥水冲蜂蜜，无知小儿，那是乡下给小孩子治风寒咳嗽的小偏方，你竟然用这个来治老夫人。董医生，你要是真没辙了，直说，犯不着让你们家小孩出来丢人现眼。就是拿个偏方就想糊弄人。董医生，你要是没本事就赶紧让开，不要耽误我们治疗老夫人。不是偏方，是真的可以救林奶奶。我没胡说，这方子不是偏方，真的可以救林老夫人。这样，你信我一次，给我5分钟，要是没治好，你再赶我走也不迟啊。要不，简直胡闹！竹沥水性大寒，刚才老夫人服用了参附汤，是大温之药。这一寒一热，在体内相冲，要是引发呕吐不止，胃黏膜坏了，谁来负这个责？你吗？说的有道理，寒温相冲不是行医大忌，这个方法确实太冒险了。还有你说的穴位，你这个毛头小子胡乱按揉，按轻了没用，按重了，按到心悸骤停，谁来抢救？你吗？我知道轻重。是。哎，行了，董长老，你和董灵的心意我就心领了，但是我妈的确是不能出错了。你的医术我认可，但是让一个毛头小子来给我妈治病，恕我不能接受。董灵，我们还是走吧。走就走，到时候治不好可别再来找我，真是不识好人心。要不还是去请秦征关主吧。秦征，他在我们江城论中医治疑难杂症的本事，没人比得过他。对，找秦关主，秦关主的医术那才是真材实料，比这毛孩子的偏方好10000倍。对，秦关主的医术我认可，他来了肯定有办法。我现在就马上打电话。他们说的是经常给我带牛乳膏吃的那个秦真吗？就是他。哦，对了，前几天小秦还来我们济世堂跟我比赛了医术，他的医术根本就不如我。董医师啊，你出来管管你们家这小子吧。秦关主什么人物？省中医协会请他去当副会长，都得3顾茅庐。他才多大点毛头小子，竟然敢说自己赢了秦关主，满嘴胡说八道，没个清楚。董林，有志向是好事，但不能乱说话呀。秦关主性躁得很，最恨别人拿他的医术打趣。这话要是传到他耳朵里，别说给老夫人治病，你们济世堂都要受牵连。我没有乱说，是真的。小秦他自己亲口认的说，他前几天还说要跟我当小跟班呢。林先生，要我看，
您还是亲自去一趟吧。您本是江城首富，亲自登门肯定有分量。再把老太太的病情给她讲清楚，拿出十足的诚意，肯定能请动秦馆主的。张医师说的对，秦馆主虽然傲，但医者仁心。您亲自去，姿态放低一些，他未必不会动容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我也去，到时候我告诉他肯定会来救您老母亲的。林先生，你若真心想救林老夫人，就带上董林。相信我，这事儿可拖不得呀。既然董长老认识秦馆主，我们就一起过去。我们现在就出发。走吧。走。放心吧，我姐给老夫人留了保命的药丸，能稳住她的病情。等我们把小青接出来，老夫人一定会没事的。董长老，有空还是管管董林吧。秦馆主生性高傲，这句话要是被他听到，恐怕会适得其反的。我先去按门铃吧。还不信？林正红现在只相信秦征能治好他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们最好还是装作不认识秦征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要是秦征说咱们的医术比他厉害，推荐我们去给老奶奶治病，你要是林正红，会不会担心啊？真麻烦。姐，胖墩说让我最好和小晴装作不认识，给他发个信息。小晴，待会儿我们就装作不认识，别问，问就是大事，我有所安排。啥？哎，好的好的，一切听从大师安排。走吧。你是？你好，我是林正红，请问秦征秦馆主在吗？家中长辈病危，还请秦馆主相救。请进，请进。去人如此顺利，看来今天运气不错呀。馆主，董灵大师来了。馆主，董灵大师来了。什么？你说董灵大师来了？啊，跟董灵大师一起来的还有江城首富林正红，看样子是有长辈病危，求您出诊的。哎呀，管他什么红的，你赶紧帮我把最新款的游戏机给我拿出来呀！哎，等等，董灵大师医术这么高，为什么要带人来找我救人？难不成是不想透露他的医术？哎，不用准备了。还有，记得装作跟董灵大师不熟。走走。秦馆主，久仰久仰，我是林正红，今日冒昧登门，确实是有急事相求。你给我放！董灵大师亲自来，肯定希望我治病救人，让我表现的积极一点。久仰林先生大名啊！您这次过来累了吧？坐啊！馆主这是吃错药了。除了董灵大师，我还没见过馆主给谁好脸色。不是说秦馆主性情高傲，不好接触吗？难道是被我的魅力所折服？秦馆主，今天我知道您是江城首富，为人呢乐善好施，在商界口碑那是极好。别说您亲自登门，就算是找人来请，我秦征绝不推辞。秦馆主，你可算来了！一路奔波辛苦了，您渴不渴？累不累？我给您捏捏肩，捶捶腿。秦馆主，终于见到您了。上次省中医协会邀请您来讲座，我坐在第一排，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本子上，反复研读。今天能够近距离见到您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董灵大师肯定希望我友善客气一些，不能太摆架子啊。这都是同行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太客气了。秦馆主，我母亲病重，这个病情刻不容缓，您还是跟我过去看看吧。林先生，您可别这么说，救治病人就是我的本分，
还请您带个路。好啊，来这边请。别急，秦征肯定能治好奶奶的，我们就在这儿等他出来吧。我只是怕他瞎治，到时候治不好，还得我来收拾烂摊子。林先生，你母亲的情况我大致了解了。秦关主，老夫人的病到底怎么样？能治吗？我们几个围着会诊了半天，用了几种思路，都没摸清楚病根。你是咱们江城中医界的顶梁柱，您出手，肯定就能看透症结吧？是啊，秦关主，我妈从昨天凌晨昏迷到现在，呼吸越来越弱，实在是拖不得了。哎呀，求您告诉我，她到底怎么了？能治还是不能治啊？林先生，你先别这样。你母亲是因为积劳成疾，督脉淤堵，气血逆行，引发了昏迷。我的治法呢，是用透络针疏通督脉，再加益气汤进行调理。不出3日，你母亲应该能醒过来。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您真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，救命恩人呐！我这就让人备上厚礼，奖金翻倍。别，妙啊，真是妙啊！督脉拥堵是咱们中医界出了名的疑难杂症，秦关主就只靠搭了搭脉，看了看面色，就把病根摸得一清二楚啊！还用这么精准的治疗方法，您这医术简直是神乎其神，可是华佗在世啊！秦关主，您不仅医术高超，诊断还这么精准果断，做事不拖泥带水，真是我们中医界的标杆和楷模呀！那可不，在整个江城乃至华东地区都是独一份的存在。秦关主，有您在，那真是我们整个行业的福气呀！你们呀，就别这么夸我了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的医术呢，其实也就马马虎虎，比起真正的高手，我还差得远呢。秦关主，您太谦虚了。您不光医术高明，还为人低调谦逊，不骄不躁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师风范啊！别，这话可不是谦虚。跟董灵大师比起来，我这点本事确实不够看。我表现这么好，这下董灵大师就能知道我崇拜他的心意了吧？明明5分钟就能治好的病，秦征他非得拖3天，这也太磨蹭了。对呀，我就说明明5分钟就能治好的破病，非要磨磨唧唧拖3天，还不如就让我上了。董长老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董长老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秦馆主都来了，老夫人的病也已经有着落，赶紧带着孩子们回去吧，别在这碍眼了。就是，本来就是个替补，还真当自己有本事啊！现在正主来了，还赖着不走，真是没眼力气儿。喂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是我姐把老夫人的病情给稳下来的吧？要不是我姐，老夫人早就出事了，轮得着你在这耀武扬威吗？你个臭小子，大人说话你还顶嘴，没有家教。等会儿，这是唱哪出啊？秦馆主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个姓董的带着他的家属过来看病，还用了乡下的偏方来治老夫人，简直瞎胡闹嘛！这是之前还大言不惭，说赢了秦馆主，我们就当是童言无忌。没想到这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还敢顶撞您。您可真的一定要好好的给他点颜色，收拾一下他。董医师，你还是赶快带着他们走吧。先生，您吩咐的银针和益气汤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开始治疗。原来啊，是这么个事儿。我呢，明白了。好了，别吵了。秦馆主，让您见笑了，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口角。
现在最重要的是我母亲的病况，有什么话，等我母亲的病治完了再说。这病啊，咱们先不着急治啊。我看了一下，这屋子里边不少人都有病，这眼盲心瞎，嘴贱毒舌，必须得我呀来亲自治一下。对，秦关主啊，我妈还在里面躺着呢，她的病最要紧呢。你说的这些病，等她醒了，我再亲自带他们去你的医馆上，费用我全出。不着急，秦关主。我他妈刚才都说等会儿了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好，秦关主息怒，刚才是我的问题，你爱怎么治怎么治，我绝无半句怨言。这才对嘛！啊，这刚刚是谁说他不知天高地厚？谁说的越起劲儿，话说的最多的站出来，我呀，得好好奖励奖励。秦关主，是我说的。我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臭小子满口胡言，还抱着破猫在这里装神弄鬼。我还劝心懂的娘们好好管管他，别在你面前丢人现眼。秦关主，我也说了，他们从刚进门的时候，我就骂了他们，我还推了那小子一把，让他别在那边说谎话。我真的说了，我先说的。哎呀，这么稀奇呀！你先来，我给你一个大奖励。秦关主，有什么事儿您吩咐，以后我跟着您，您指哪我就打哪，好不好？感谢秦关主。打得好，这群庸医早该收拾了。老夫看着心烦，也就秦征这小子还有点血性。是呀，打得好。秦关主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可是一直都向着您的呀。向着我是吧？哼，你还没看明白吗？我这个人最讨厌的就是嘴贱，我这巴掌专治嘴贱。你骂一句，我打一巴掌，这多公平啊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喽。开始什么？骗人了！不知天高地厚啊！太演了！为什么我张嘴了？我这病吃的怎么样？不是，师傅，秦关主教训的是我是嘴贱，我错了。哎呀，这还差不多。下一个到你了。下一个到你了。秦关主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放了我吧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把我当个屁，放了吧，饶我这一回。哎呀，先别着急求饶嘛，啊，我这个人呐，最讲信用了。你说说，你错哪儿了呀？我骗人了。这秦征下手还是轻的，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当年在谷里，老夫直接让他试毒。试毒？你这么狠？狠！医者仁心是对病人的，对这种败类就得狠。小子，忍着点，以后这种场面多着呢。说的对，确实该打。秦关主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错哪儿了，你就明说了吧，别折磨我了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就指望着我这点医术糊口，你饶了我吧。我呢，跟你无怨无仇，对吧？但是我这个人做事吧，喜欢两件事。第一个，不如我的人呢，我喜欢给他立规矩。第二，教育那些不尊重别人的小杂碎。那
现在开始，管家把门给关上，连只苍蝇都不要给我飞出去！我现在要开始算账，现在要开始算账。哎呀，终于要找他们算账了。师傅，是我愚钝，误判了形势，让您受了委屈。你要惩罚的话，我绝无二话。哼，这小子还算有点眼力见，知道这屋里谁才是真正的祖宗。师傅，秦观主，你是不是跪错人了？他就是个臭毛头小子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吓我一跳。哎，不过你刚刚打的还挺帅的。哎呀，您只要不生气就好。忙了一天了，有点饿了。哦，师傅，我这早上走的比较急，带了几包牛乳糖，还是热的。牛肉汤虽然比不上当年的御赐糕点，但勉强也能入口。小子，给我留一半。行，看你那么懂事的份上，原谅你了。姐，你饿不？你也吃点。你收着吧。师傅，你先慢慢吃啊，我去教一下他们怎么做人的道理。原本以为我师父是不想施展医术，才故意没有说我跟他的关系。但是你们这帮有眼无珠的东西，根本瞧不上他呀！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东西，根本瞧不上他呀！秦观主，之前是我失察，在此向你特别道歉，让董先生受委屈了。但是还是请你冷静啊，我母亲的病还……你还知道你母亲的病啊？我呢，还看你算是个人物。你把这帮庸医全部给我赶走，永不录用，我就给你这次机会。秦观主，我们错了，我是知道错了，饶过我们吧。错了，算了，秦观主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。重要的是老夫人的身子。哼，啊，你现在开始起来装好人了。我师父当时被他们骂成那样的时候，你怎么不站出来说句话呀？哎，行了行了，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给老夫人治病的，老夫人是个好人，别再让她受折磨了。这老太婆确实命不该绝，平日里积德行善，身上有福德光环，小子，救她一命，对你的修行也有好处。哎，听见没？救人要紧。是，师父说什么都是对的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带路呀！各位，请。蠢货，住手！大椎穴虽然能通督脉，但是这老太婆的淤血堵在了深处，这样的遣词根本没用，反而会激起血气反噬。哎，不行，那个地方不能扎。不行，这督脉淤堵比我判断的严重10倍。而且，这淤血块压住了心脉，我的针只能暂缓他的情况，还不能根治。我的针只能暂缓他的情况，还不能根治。秦观主，连你也没有办法了吧？我治不了，不代表我师父也治不了啊。之前你那么怠慢他，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吧？董先生，他是看着这么年轻，而且还带了一只猫，况且我母亲还病得这么严重，他能行吗？你放你妈的屁！我师父的医术那比我高100倍都不止，而且你现在居然敢质疑他，你信不信？到时师父不出手，就让你妈一蹬腿算了。董先生，之前让您受了委屈，我在此郑重给你道歉，只愿你出手救救我母亲。只要你能出手，
我们林家必有重信，拜托。还差了点儿，要是我师傅能屈尊出手，你呀应该3跪9叩求着。哎，行，别说这个，他呀也不是故意，真正的罪魁祸首在这边。一道一途，这山外有山，至今还没人敢说自己能包治百病。但是我师傅不一样，我师傅的医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。唉，应该怎么做？不用我教了吗？低调。我3岁尝百草，5岁跟着我姐到处行医，8岁独立治疗所有的疑难杂症。我医术高超，那是应该的。嘿，不要脸！那是老夫的履历，你3岁还在玩泥巴呢。大师年少有为，果然是医学奇才啊！只要你肯出手，无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我母亲一生行善，绝不能就此撒手人寰呐！行了，别摆谱了，这老太婆撑不了多久了，赶紧动手办。行，那我看看奶奶。不过我说好啊，我试试未必能成啊。虽然试试，但是肯定能成功。多谢大师，只要你能救活我母亲，大恩大德，林家永世不忘。如果你能救活我母亲，大恩大德，林家永世不忘。别装模作样了，你会把脉吧？听老夫的，这病是陈年淤血阻滞督脉，用竹沥水冲蜂蜜，再按揉风池、大椎和足三里这3个穴位，保证几分钟就能醒过来。帮我准备1碗竹沥水冲蜂蜜，不要太冷，也不要太热，要温的。是，董大师。王哥，这竹沥水它就只能治个咳嗽，这不是瞎胡闹吗？别乱说话，没看见秦关主盯着咱们呢？这小子治不好，由秦关主担着，犯不着送上去招骂。你说什么呀？你要行你来啊！你再多说2句，我拆你家招牌！不敢。秦关主，这能行吗？能不能行？能不能行？你看一下你对面的这些庸医，让他们救你妈呀！师傅，你说我说的对吧？废话，老夫的方子千金难求，这群凡夫俗子懂个屁呀！没错，就是狗眼看人低。是吧？要是我都不能治好，这世上就没人能治好了。董大师，您要的竹沥水冲蜂蜜来了，温度刚刚好。好，谢谢啊。来，老夫人。喝下去，病就好了。老夫人现在连气都喘不稳了，哪还咽得？咽得下去，咽得。董大师肯定能行，我相信董大师。咽下去了，太好了！这怎么可能？刚刚明明连吞咽反射都没有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来治就一定能治好。别得意忘形，现在得安静。老太婆刚喝下药，需要好好吸收，不然淤血化得慢，咱们的功夫就全部白费了。嘘，大家都别说话啊，耽误了我治病，我可不负责。压下差不多了，现在按风池穴，再用银针刺激大椎，还有足三里。风池、椎、足三里。风池、大椎、足三里。没错，还不快动手？对，用针病好的快一些。看到没？这才叫真本事，不像某些人背了半辈子的医书，还找人求助。我另算。师傅，我来帮你啊！来，
这完全不合常理呀！消毒棉也不用，进针角度也不对呀。有效果了，告诉他们加快捻针，把淤血逼出来。加快捻针。好。妈，你怎么了？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你可不能有事儿啊！老夫人的脉象通了，老夫人的脉象通了啊！区区淤血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？通了，真的通了！师傅的医术果然名不虚传呐！刚好5分钟，我就说我一定能行，一定没问题。我刚刚应该不算太紧张吧？郑红，水？这怎么可能？督脉与堵宫心是绝症，就算是国医圣手来了，也得用猛药治上半个月。这小子就1碗蜜水，2根银针，5分钟就醒了，这完全不合义理呀！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董大师年纪轻轻就拥有这般起死回生的医术，真是百年难遇的奇才。我行医30年，从来没见过这么神奇的手段。行医30，你还好意思说这话？你之前质疑他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这话？带着你30年的经验，赶紧滚，别在这凑数。走。董先生，大恩不言谢，林家的厚礼随后会送到济世堂，还有什么需要尽管提。累死了，我想回家睡觉，这破地方一股铜臭味儿。那个，我想回家吃牛肉糕了。好，我现在安排管家，马上送你回去。我师傅的座驾轮得到你来安排吗？师傅，你放心，我呀都已经安排好了，车在门口等着您呢。走吧，回家吧。终于到家了，累死我了，还是家里舒服。姐，你不知道，刚才装的我差点都绷不住了。董玲，姐姐要跟你聊一下今天的事。嗨，不就是救了林奶奶吗？小事一桩。董玲，你今天在林家治好林老夫人的事情，现在整个江城医学界的人都知道你医术高超了。那意思是不是就会有越来越多看病的人来找我？到时候我就能像你们一样坐诊了。是，但麻烦也会随之而来，所以你以后在别人面前说话一定要傲气一点，自信点。你就看秦征，他跟别的医师说话的时候，是不是特别的不客气？而且那些行医几10年的老大夫，没有一个人敢轻视他的，你得向他学习。可是姐，你以前不是说看病救人靠的是心善，不是摆架子吗？是不是摆架子，是保护好自己。你如果没有秦征那种难请动、不好惹的气场，万一哪天你听不到胖墩的心声，谁还会像胖墩那样帮你精准的判断病情呢？啊？我有一天会听不到胖墩的心声吗？那怎么办？只要你小子别太蠢，老夫自然会罩着你。不过你姐说的对，这世道人善被人欺，你如说表现得太软弱了，那些豺狼虎豹早就把你撕碎了。可是小青实在是太凶，而且让我装高，我受不了。不是让你学他的凶，是让你学他的傲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每天练习如何傲气的说话。我已经将你该学的话、该做的表情全都记在了本子上。记住，多练习，多学习。还有表情，别笑，你笑起来太傻了。要像老夫这样，平常皱一点点眉，眼神狠一点，别人就不敢对你指手画脚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尽量练习，还不好吗？眼神，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要傲，要那种睥睨天下，看谁都像傻子的眼神。你跟那是斗鸡眼了？胖墩儿，哎呀，医生爷爷，我就是个学徒，你让我演绝世神医，我心虚啊。心虚什么？
有老夫在，你就是当世异兽。再来，把刚才那句词儿再念一遍。针都拿不稳，先把手抖的毛病治好了再说。别跟我提什么祖传秘方，治不好病，跟张废纸有什么区别？庸医才墨守成规，我这叫对症下药。挑眉，这个时候要挑眉，尾音拉长，带着3分讥笑，3分薄凉，4分漫不经心。庸医才墨守成规，我这叫对症下药。朽木不可雕也。姐，你来了。我可是听小桃说了，你昨天把医者仁心念成了医者狠心。这些台词我是真说不出口，太别扭。光念没用，要实战。这样，我现在就是来挑衅你的医师。你用刚学会的台词跟我对话，赢了我，就奖励你玩2个小时的游戏机。说实话，你要跟我比医术，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，恐怕你没看清楚我扎针的路子，就已经输了。哦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实话里藏着多少真本事。我没读过多少书，不知道怎么形容。不过形容我的厉害特别简单，就6个字。哪6个字？我无敌，你随意。好，我觉得你学得非常好。低调低调。勉强及格。别光顾着闹，这句话以后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要记在心里。记住，别轻易答应别人施针，而且也别让人看出来你是依赖这只猫的。哪怕是眼神交流，也要少之又少，这是保护你的底线。我知道了，姐。以后我只对坏人高傲，对看病的爷爷奶奶还是礼貌和尊重的。董长老，秦馆主带着一群人来了，堵在大堂门口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勤政不才，行医数十载，今日得见师傅神迹，才知何为真正的医者，请师傅收我为徒，我愿奉您为尊，悉听号令，毕生钻研医术，绝不藏私。恳请董灵大师收我家师傅为徒。拜我为师，这不好吧？好奇拿出来，想想你练的台词。蠢货，挺胸，收个徒弟而已，慌什么？这小子跟骨髓人一般，但胜在听话，收了他也好给你打打杂呀。也是，毕竟不是谁都能跟天下无敌的我混。请师傅示下，我上刀山下火海，秦征绝无二话。绝无二话。哎呀，也不是不想收你，主要是吧，你天资太差，而我医术又太强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如果不收你的话，估计你这辈子医术也就这样。起来吧，收你了。谢师傅，徒弟秦征，多谢师傅，拜见师祖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起来吧起来吧。以后跟着董灵大师，你指哪打哪，我们呢就跟您多多学习啊。谁叫我医术强无敌呢？得意忘形。脉象细数，阴虚火旺，开知柏地黄丸。姐，胖墩儿，我妈要回来了。我的小鱼干呢？少不了你的。饿不饿呀？厨房里还温着牛乳糕呢。吃完饭再打游戏。
老秦，你怎么来了？又给我带什么好玩意儿了？师傅，求您帮我一次。哎，你快起来，有话好好说。师傅，我这一生对医术有执念，而这执念跟了我很多年，像一根刺，只有您能帮我解开。你要再不站起来好好说，我可就真不帮你了。别，我起来，我起来。我秦家是中医世家，家族传承至今。当年我意气风发，创办了雷鸣医馆，想着是以江城为据点，把雷鸣医馆扩张到江南18省。可谁成想，我还没踏出江城第一步，就遇见了他。他？玄清子。哦，他是谁？孤陋寡闻。是华国赫赫有名的医师，他为了一个药方，能把自己关在房间10天半个月不吃不喝，纯靠丹药吊命。为了摸清草药药性，甚至尝遍百草，他的眼里只有医术。为了精进，哪怕逆天行事、违背医道的事情，他都做得出来。哇，那这样说来，他的医术超级强。当年我为了向外扩张，就主动向他发起挑战，没想到我可是输得一塌糊涂，代价就是我雷鸣医馆永远不能踏出江城半步。怪不得雷鸣一直要吞并江城其他医馆，却从不对外扩张，原来是被人钉死在了江城。自从雷鸣医馆并入济世堂之后，我也就彻底断了向外扩张的念头。如果我心里这根刺拔不出来的话，我这后半生的医术可就再无长进了。心魔已生，若不破除，这辈子确实是废了。师傅，我求求您，一定参与这个比赛，无论是输是赢，我都认。你放心，我这一辈子一定鞍前马后，绝无半句怨言。那我不同意。秦征，我不管你心里有多少执念，想拉董玲入坑，门都没有。你算哪个门道的吗？我请的是师傅，又没请你。哎，你不能这样跟我姐讲话，她毕竟是我亲姐，怎么就不能说话了？啊！而且你再这么说，回头我姐真得死我，到时候我就真帮不了你。哎呀，师傅，你知道的，我这辈子最敬佩的就是医术比我厉害的人。您呐，是值得我敬佩的，也只有您能够去除我的这个心魔，还求您成全。行吧，那我……董玲，你过来。你想帮秦征，但医道没有10拿9稳的事情。秦征因为一场失败落下心病，你20岁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玄清子又是偏执医痴，要是留下阴影，可是一辈子的事。而且现在大家都觉得你医术高超，那是因为有胖墩在帮你，万一露馅了怎么办？胖墩，你怎么看？去啊，必须要去。为什么？不是很危险吗？那个玄清子被称为医痴，手里肯定有不少珍稀药材。我现在这副猫身子太病弱，需要进补。再说了，有老夫在，区区一个凡人医痴还能翻了天不成？正好让他去见见世面，省得整天一副没见过大场面的样子。太好了，姐，胖墩都说了，肯定能赢。而且他说玄清子那里有什么好东西，咱们这是去劫富济贫。胖墩真这么说？好吧，我答应你。不过有件事，等你帮完他，我再跟你说。太好了，放心吧，姐，保证不出任何差错。秦关主，这次我同意我弟弟帮你，不过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一定，我秦征欠你董长老一个人情，往后济世堂需要用得着我秦征的地方，就一句话的事儿。
好了好了，有我在，保我赢的。别紧张，想一下你平时练的，别露怯。不管玄清子说什么做什么，你都别慌，有我和胖墩在。就像秦征那样，鼻孔朝天，拿出气势，谁都不放在眼里，是吧？对，但你也别太过，点到为止就好。知道了，姐。这地方隐隐透着一股邪气，待会跟紧我，别乱跑。知道了，毛大爷。你们是？进去通报你们主子一声，就说秦征来了。秦征？没有听说过。我们主子见的都是医学界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什么阿猫阿狗，不要来这凑热闹了。你嘴巴里面装马粪了是吗？说话这么冲！我让你去通报，你就去通报。你再他妈废话，把你这俩破门拆了，当柴烧！去！嘿嘿嘿。就这阵仗，还带了一只肥猫过来。等会儿看师傅怎么羞辱他们。玄清子，你好啊！你好啊，小伙子。秦败将，怎么今天特意过来找虐的？玄清子，不关老秦的事。今天要挑战你，是我。就你挑战我？秦征啊，我记得当初你输给我的时候，夹着尾巴滚出这里的狼狈样子，我到现在都记得。当初和我死磕医学史的那个狠劲儿啊！怎么不玩技术派，该走抽象派了？哎呦，还找个毛头小子来顶替！哎，秦征啊，你是确定要跟我开这种自取其辱的玩笑？就他那个德行，还敢来挑战师傅，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。我看他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师傅一根手指头就能收拾他。有你们什么事儿？一张嘴在那叭叭叭的，是不是欠收拾？这医者常言，诊脉治药，手掌有力，骨节分明，那是眼神锐利，一眼便能看到病根。你再看看你带的这些人，从头到脚一身的志气，这还带个掉毛的畜生。秦征呐，你是觉得我玄清子好糊弄，还是你自己想破罐子破摔啊你啊？掉毛的畜生！很好，这老头路走窄了。你少瞧不起人，我的医术天下无敌，不服就跟我比一比啊！哟，呵呵，好啊！姐，你怎么了？哼，你只有先救了他，才有资格跟我说比试的事儿。你这个卑鄙无耻的，又耍什么阴招？是他自己底子差，经不住我这里的花草香气。这医毒本同源，连这点防范都没有，还好意思跟我比试？胖墩，怎么办？快救救我姐啊！别慌，这是醉梦海棠的毒，虽然发作的快，但并不致命，只是让人昏迷产生幻觉。解药就在这个屋子里，毒物7步之内必有解药。去把那株紫色叶子开着白花的植物叶子找来。老秦，照顾好我姐啊！这花可是师傅特制的，哪有那么容易请？我看他是死马当活马医，等着看好戏吧。往左边走，第3排架子上面。这小子眼神倒是不乱，难道真能看出门道？哼，装模作样，我就不相信他能找到这么多花，找到就是他，概率摘最嫩的那批叶子。哎，小娃娃，你确定是这株？
这要是错了，他可就没命了。别听他的，他诈你！摘！我确定，就是这株。他不会真的找到了吧？运气这么好。把叶子中间最嫩的那部分磨成粉，涂抹在人中以及唇上。胡闹！这可是我自制的花毒，需3味辅料配伍，经炭火慢焙才能解。就你这破粉抹一抹就能解毒，真是异想天开。切，你给我闭嘴吧你！姐，你怎么样了？你别吓我！我就说嘛，根本没用，这小子就是在瞎折腾。就是，赶紧滚吧！急什么？药效发作需要时间，数3下，3、2、1。3、2。既然救不活，就带着你这些人滚，省得在这碍我的眼。管家，我们走。姐，你醒了。这怎么会这样？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就解了我的毒，这可是我特制的花毒啊！大道至简，越是复杂的毒，往往解法越简单。这老头钻牛角尖钻傻了。你太卑鄙了，居然用毒陷害我姐！你这个卑鄙小人！就是用这么阴毒的手段，根本就是输不起。枉为医道中人，是医毒共生啊！你懂不懂啊？侥幸赢一次就敢在我面前叫嚣，别忘了救活他是为了拿到和我比赛的参赛资格。他真以为自己赢啊？师傅说的对，你们只不过是拿到了比试的资格而已，真正的比试还没有开始呢。跟他比，让他输得心服口服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场真正的比试。如果我赢了，你必须公开向我姐道歉，而且承认你害人的罪行，并且以后承诺不能再用医术害人。就这，要比我们就比大。如果我输了，依照你所说的，我自愿去你们济世堂，给你们当牛做马，任凭差遣。但如果你们输了，全都给我当试验品，包括你，秦半将，我第一个要你！哎呀，师傅，你就跟他比啊，让他给我们当牛做马。这个赌注够刺激，师傅加油，一定赢他们。到时候看他们怎么嚣张。师祖，跟他比，我支持你。答应他，正好济世堂缺个扫地的。好，答应，但你必须说话算话，不许反悔。我玄晴子用不着跟一个毛头小子在这耍无了。行，你说，我比我。哎，我这辈子痴迷医术，一心就想练成独步天下的奇药，所以用我这身子试遍了天下药食，我的身子就是最好的考题。这么乱的脉象，他的五脏六腑已经被毒素侵蚀的差不多了，居然能够撑到现在，你活得够久的啊你！毒瘀并存，气血两虚，经脉阻滞，3重症结缠绕，相互牵制，根本无从下手。我活不了多久了，所以这场比赛争的不是输赢，争的是命。哎呀靠！早知道就直接跟你比谁活得更久了，比什么医术嘛！如果你能把我这破败的身子救活，
我心甘情愿认栽，给你当牛做马，好好活着赎罪。可是如果你救不了我，那你们就来给我作伴吧。你个歹人，你自己活不成，拉着人家去垫背，简直丧心病狂！师傅的身体竟然如此严重，我们之前都不知道。这小娃娃肯定救不好师傅，到时候他们就都得留下来。庞队，他这病到底能不能治好？我看我姐和清真的脸都白了。可治，你只管点头拍胸脯，先把气势立住。至于怎么治，听老夫的。怎样？你们到底治不治啊？别浪费时间了。你们到底治不治啊？别浪费时间了。当然能治，小菜一碟。怎么？难道你真能治？我出手，这世上就没有我治不好的病。哎呀，师傅，他的脉象已经乱了，你要不能治，别逞强啊！别担心，有我在。不过，既然我来治你的病，你就得完完全全听我的。我叫你怎么做，你就得怎么做。这小子吹牛吧？师傅的病，师傅自己都治不了，他怎么可能治得好呢？只要你能救我，听这小娃娃啰嗦几句又如何？说吧，怎么救？既然他肯听话，就分3步治他。第1步，清淤积，把他体内乱缠的毒素和淤堵先排出去。我治你这个病分3步，第1步就是先清淤积。啊，这什么？董林他想说的是清淤积啊，对，清淤积。这怎么还带点口音呢？你懂什么呀？这个是我师傅的特色。啊，别被他影响，你继续说。老夫报药材名，你让你姐写，你别露馅。啊，拿纸笔来。我来吧，你说我写。啊。这是一副寒性调理汤，苦得钻心，待淤积一排，身体便会轻一大半。嘿，你是在耍我吗？我玄清子见过百草，什么药性我没见过呀？就你这么狠的猛药，想治我的气血两虚？哎，你是当我老糊涂了，还是觉得我这老头子经得起折腾啊你？跟他说，爱治不治，不治拉倒。你爱治不治，我这药喝了就见效，你不喝我还不治了。哎，行，我再信你一次。管家，按方子抓药，药效1分可不能少啊。师傅，您不能相信他们的，这个药肯定有问题。是啊，师傅，万一喝出了问题怎么办？您不能拿自己的命冒险啊！闭嘴，我自有分寸。这怎么这么重的腥味儿？怎么，怕我师傅下的药太重了，把你身体里面被草药掏空的老底儿都给清空了？反正你爱喝不喝，死的又不是我们，跟咱们可没关系。我怕把你当年输的屁滚尿流那个怂样一道说出来，让大伙知道。就你这种三脚猫都嫌磕碜的医术，还指点我喝药？你他妈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！当年可是我让着你个老不死的，什么屁滚尿流啊！你放狗屁在！我来，再少药就凉了，凉了之后药效要减1半。对，哎，不准吐啊！吐了还得再喝1碗。3、2、1。哎呀！
余毒排的差不多了，给他补一口元气，不然下一步针灸他扛不住。来，这是补元气的，把它吃了。这小药丸如果没半点真本事，小子，我可再不信你了。等我恢复好，看我不饶不了你！叫你吃就吃，那么多废话。快吃吧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这么平稳有力的脉象。这五脏六腑盘踞多年的淤积也散了一大半了。现在还要不要相信我？要不要我继续帮你治疗？我可警告你啊，错过我，你可就没命啊！这初步见效罢了啊，这不算真本事。啊，对啊，你这都开始了，就不能半途而废呀！哎，继续。不是吧？居然真的有效果！师傅的气死也好上许多了。虽然很不想承认，但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，说不定真能治好咱师傅。第二步，通经脉，针灸最直接，但这淤堵太重，针要扎得深，还得慢慢捻。第二步，用针扎，越深越好。啊，深扎呀？你懂不懂医术啊你？这经脉淤堵日久，最忌蛮力深刺，这稍有不慎，伤及根本呐！你这是救命还是害命啊你？救命啊！当然是救命啊！哎，师傅，这种好事儿，那小铮铮一定要给您帮忙嘛！交给我，事半功倍不说，保证给你扎的又深又准呐！我警告你们呐，听到没有？你们要是在这针上动手脚，我今天就是撂在这儿，我也要把你们拿来当垫背啊！垫背就垫背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嘴还那么硬。师傅，您吩咐，应该往哪扎？我可提醒你们呢，这扎针可以啊，肩颈、曲池啊，还有这个足三里，这三处要害，经脉淤堵日久，必有伤根，一定要避开这三处啊！哎呀，玄清子叔叔，一说就说准了，就扎这三处啊！秦征、姐，我们三个一起上，一定要扎得越深越好。打针。你们疯了！你们就要扎这三处啊！我可真告你们呐！3、2、1，动手！不用，我还没到让人服的地步。哎呦，刚扎完针就要忙着挪窝了呀？至于吗你？你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一个上不了墙的病秧子？哼，你少在这里说风凉话啊！等我好了，我第一个把你要哑了。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呢？我就是喜欢你这种放荡不羁、爱自由的模样。我这好了，走两步，我这好了，我师傅能走路了，太好了！这小子真厉害，居然真的把师傅给治好了。那还用说，这可是咱师祖医术天下第一。我好了，补一颗通脉巩固的药，免得经脉回堵。用哪有这么麻烦？来，再吃一颗补经脉的药。第3步，补
气血这一步最磨人，你让妮姐写，别写错了。这第3步就是补气血。哦，大致的意思就是忌口早睡早起，1日3餐，少动气。就是吃好喝好休息好。那除了这些，还有什么吩咐的吗？这太多了，反正就是补气血的那些基本方法。哎，你是医生，你自己应该也知道。哦，明白了。放心，这个方子我一定收好，回头啊，让管家精心准备。啊，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去做。行。怎么样？我没骗你吧？你这个病啊，好的也差不多了，接下来只需要静养就行。现在该履行你的赌约，给我当牛做马吧。确实是你们赢了，只是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。哎呀，这病魔缠了我10几年，什么方子都用，连猛药都没用。哎，您是如何解开这沉疴的呢？你这个病啊，我1分钟就给你治好。但是为了教训你欺负我姐，我故意分成了3步，给你点苦头吃，让你长长教训。啊，1分钟啊！哎呦，我玄清子行医大半生，自诩行医高明，真没想到被你这个年轻小伙子耍的那是团团转。哎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师傅刚救了你的命，你却还要想恩将仇报啊！滚开！神医，我玄清子行医半生，自诩医术高明，没想到这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您虽然年轻，但是医术神乎其技，真让我心服口服。哎，打住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啊，还请师傅收我为徒，我愿跟您学医，以后鞍前马后，绝无半点怨言呐！你们还在等什么？还不赶紧跪下！请师傅收我师傅为徒。哼，拜师的人倒不少。你做梦！我告诉你，这可是我师傅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了？师傅，您别忘了，他这边到时候要给您当牛做马的，他去我们济世堂，顶多也只能做个药桶。师傅，都给我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都住嘴！东陵，你还记得我同意你挑战玄清子的那天，我跟你说过的话吗？从今天起，我要对你下禁医令。啊？他这道令不是冲你们，是冲董玲。禁医令？那是不是以后我都不能给人看病了？可是我觉得给人看病还挺有意思的。杜元熙，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啊？我师傅的医术这么好，多少人等着他救啊！你弄个什么禁医令，这不是造孽吗？你这不是相当于把龙往鸡笼里面塞吗？我倒想问问，你是怕我董玲师傅的医术盖过你的风头，抢了你的名声，你才下这禁医令的吧？董长老，师祖他救了师傅，他救了你啊！他医术这么厉害，你怎么能让他不行医呢？这对咱们华国来说可是1等1的损失啊！是啊，董长老，求您把禁医令收回去吧，师祖不能不行医啊！是啊，我做这个决定，只关乎于董玲的安危，跟你们无关，更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。杜元熙，你做个人吧，你这样会毁了师傅的天赋的。请你收回你那什么破禁医令。董玲师傅可是100年难遇的医术奇才呀，你口口声声说保护他，他又不是圈养的，说白了，你就是护犊子，护昏了头。哼，还不如这莽夫秦征呢，真是。你他妈说什么呢？你别吵了。哎呦，姐，我真的挺喜欢给人治病的，特别是看到病人好的时候，我都特别开心。你就让我继续治吧，我给你保证，
我绝对不闯祸，我会小心一点的。董玲，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，你必须听我的。姐，我不给人看病了，你别生气了行吗？哎，师傅，胖墩，我还是想不明白，我姐为什么不让我治病啊？治病救人不是好事吗？他怕你露馅儿，也怕你惹祸。想知道就去问他。我这就去找我姐问问清楚。董玲还没睡呢。姐，我睡不着，我实在想不明白，我治病又不是闯祸，还可以帮助人，你为什么就不让我继续治病了？董玲，你要知道，万一以后你再也听不见胖墩的心声，该怎么办？对啊，这样我会判断不准确，会将自己和别人都陷入危险之中。所以你必须得被禁医令限制，因为这不是你真正的医术体现。等你不用靠胖墩也能独当一面的时候，姐姐自然会让你重新行医。所以，姐，你是担心我现在能力不够，怕我受伤或者犯错，是吗？对啊，笨蛋。我明白了，姐，我答应你，在我的能力真正能独当一面之前，我不会再看病治人了。等你真能独当一面，老夫也省心些。背，把药性格背下来，别一遇到方子就全指望老夫。别嘟囔，我不是背着呢。师傅，这个是我给您熬的醒脑茶，还把今天的药材都晒好了。您一句话，我呀还可以把后院再扫3遍。你看，切，这粗人献殷勤，除了吵能有什么用？哎，师傅，这是我这些年整理出来的大例疑难病案。你看，您是从哪一例开始指点呢？哎，你俩别闹了啊！我不指点，我现在身上还背着禁令呢。哎呀，禁的是给外人治病，又没禁我们给您当徒弟。说得好，这师傅不开方啊，我们便学理；这师傅不下针呢，我们便学演。总之不能让师傅闲着。这俩人真能自己是争宠的妃子啊！嘘，小点声儿。董玲现在可不敢露一手，这一露，董关主就得炸。秦征、玄清子，董玲，我跟你说件事。姐，什么事啊？这么严重？我让人查了很久，找到了胖墩前主人。前主人？名字叫陈树、苏梅。他们之前在城南租住过一段时间，收留过一只快饿死的橘猫，把它养得圆嘟嘟的。后来某天就突然把它放在济世堂附近。既然养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舍弃啊？我查的东西很有限，但唯一能确定的一点，就是他们的身体一直不太好，尤其是陈树，常年咳嗽、咳血，好像是肺上的大病。那这样更应该去救。先见人，把话说清楚，禁医令你可别忘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先去看看，至少让胖墩见一面。去，人情债得还。那走吧，别惊动玄清子和秦征。要是让他们知道了，他们肯定得跟着去。所以现在就得走啊。哎呦，师傅，我跟你们一块过去。保护师傅，
那可是我的责任。这万一路上遇到什么坏人或者一些麻烦事儿，我一出手就能解决掉了。师傅，我去。这多一个懂医术的人，这路上万一遇到什么突发病情，也好及时照应着，是不是？你个弱鸡，你照应，人家不照应你就不错了。你脾气大，了不起啊？动不动就喊打喊杀，这是吓着猫怎么办？再说了，我的医术可比你好。哎呀，我去吧，我去。我去。你们都别去了，你们俩在一起就爱吵吵闹闹，路上人多势杂，再生争执反而添乱。我们不吵了。让他们去吧，这俩活宝路上也能解闷儿。姐，就让小晴和小璇去吧，他们平时也挺照顾胖墩的。好吧，途中全程必须听从我的安排，不许争执，不许耽误正事，能做到吗？还要听他们？哎呦，这我们能做，我们能做到，我们保证一定听董馆主的安排，绝对不添乱啊！不添乱，绝对不添乱，不添乱。行吧，那出发吧。走，师傅。一路小心啊！麻烦问一下，这附近有没有位姓陈的人家？他们之前丢过一只橘猫。没见过，不认识。麻烦问一下，您知道这附近有位姓陈的人家吗？他不认识，我们这里没这家人，你们赶紧走吧。说不说？要不说清楚，不许走！哎呀，你呀，老人家，我们不是来惹事儿，我们是帮陈家找到那丢失的猫。您实话实说就行了。那最里面，别说是我告诉你们的。走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胖墩，这应该就是你爸妈的家了。你可做好准备啊，这里可比咱们济世堂破多了。但是好像跟我印象中的家有点不太一样。有人在吗？你们找谁呀？陈猫。这猫怎么回来了？他一直都很想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带他回去。去，谁让你回来的？走，快走！喂，大叔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猫找了你们这么久，你怎么还赶它走呢？我们家现在这个样子，连我们自己都养活不了，它跟着我们只会遭罪呀。是啊，我们都是快死的人了，不想拖累他。陈先生、苏女士，我们都知道了你们的病情，还有胖墩的事。你们？我是济世堂的董妍希，也是现在收留胖墩的主人。我们这次过来，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到你们的。我们家老陈啊，最近这咳嗽越来越严重了。这脉象细微欲绝，肺气已散，这情况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严重啊！我来看看。这肺络已毁，气血两亏，已经是油尽灯空之兆了呀！怎么会这样？小静、小璇，你们不是很厉害吗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师傅，我们是医生，
又不是神仙。是啊，这种程度的衰竭，这大罗金仙来了也难救啊。有办法，一定有办法的。庞顿，想办法救救他。姐，董玲，生死有命，这种情况下强行施救，只会增加病人的痛苦。洛尘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洛尘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不好，急性呼吸衰竭，快！我来扎针，扎针。哎呀，师傅，这怎么了？这针灸进不去他的脉气，他经脉已经全部枯竭，这经不住这针力呀。那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吧？大夫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救救他吧！我就这么一个亲人了，求求你们了！董玲，用回天九针，只有回天九针能强行的提气救救阿爸。姐，庞顿说可用回天九针。住口！董玲，你忘了禁医令了吗？庞顿说可以用回天九针。住口！董玲，你忘了禁医令了吗？可是他快死了，用回天九针封住血脉，强行提住他的一口气，就可以救活他。那是胖墩的办法，不是你的。一旦失手，病人会死得更快，而且这违背了自然规律，是逆天行事。姐，如果现在不救他，他马上就会死。规矩是死，可人是活的呀。师傅，这小子平时是有点不靠谱，但是如果真有办法，试一下也无妨，总不能看着人死吧？是啊，东馆主，医者仁心，见死不救，这恐怕违背济世堂的祖训吧？我做这个决定，都是为了董玲好。他现在根本就不具备独立行医的能力，完全是依赖胖墩。这次我如果让他出手，他永远都无法长大，也永远成为不了真正的医生。我不要成为医生，我只要救人。姐，我求你了。不行，董玲，你快呀！再不救就来不及了。姐，我说过不行。姐，你告诉过我，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。如果我连眼前的病人都救不了，我还算什么医生？我还做什么医生啊？你现在还不是医生？我是济世堂的学徒，我是他们的师傅。我可是我自己，董玲。董玲，你敢！你今天要是下了这个手，你就是违背了我的禁令。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济世堂的人，也不再是我董妍希的弟弟，也不再是我董妍希的弟弟。姐，你为了一个禁令，就不要我了？是你先不守济世堂的规矩，是你先不听姐姐的话，你自己选吧。你是遵守禁令，跟我回济世堂，还是违背禁令，救这个必死之人，然后滚出济世堂？董玲，救不救，你决定。放下针，跟我走。放下针，跟我走。姐，我知道我没本事，我没什么医术，我全靠胖墩，但是我不能见死不救。如果不救他，我会后悔一辈子。就算你今天打我骂我，哪怕你不要我，我也还是要救他。
师傅啊，你就让他救吧！啊，他都已经这样子了。是啊，董馆主，这孩子医者仁心，这比什么医术都珍贵呀！董玲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放下朕，跟我走，否则……亲，对不起。庞顿，告诉我穴位。百会、神庭、气海、傻弟弟，你终于长大了。九针连刺，真气灌注，活了，活了！我看，哎呀，活了！奇迹，这是奇迹呀！姐，姐，姐。